步入淘汰命运的超级战舰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4集月神2号逃离作战。麦哲伦级宇宙战舰是地球联邦军于宇宙世纪70年代开始为宇宙军而建造的一款主力作战装备，当时正处于吉翁独立浪潮高峰阶段，其掌管吉翁的最高领导层扎比加势力利用吉翁所在的 SIDE3 殖民星工业能力来发展军力，妄图通过武力的方式脱离联邦实现独立。受此影响，联邦军便开启了70年代军备增强计划，开发新型战舰提升军力来应对吉翁的威胁，而麦哲伦级战舰便是其中之一。该型战舰的特点与水面舰艇的战列舰基本一致，这个特点简单概括就是大舰巨炮，所以在麦哲伦级宇宙战舰上就装备了7门大口径的麦格粒子炮来作为主要攻击手段。该炮的威力很大且射程极远，在打击宇宙舰艇和要塞等大型目标方面具有极佳的效果，极其适合在浩瀚的宇宙空间当中使用，因而很快就成为主流，在各方军队的战舰等平台上普遍装备，并且在舰首位置还设有导弹发射装置，用来加强战舰在中近距离范围内的打击能力。由于打击效能比不上麦格粒子炮，舰上设置的导弹发射装置数量并不多。而在防御方面，麦哲伦级在舰桥位置周围设置有双管防空炮，作用与传统防空炮一样，通过极高的射速在周围形成弹幕，以此来防御敌方的小型作战单位或各种来袭的导弹，但防御模式较为单一，基本上每艘麦哲伦级只能承担自身的防御职责，跟以防空导弹为主要防御手段的驱逐舰相比，麦哲伦级宇宙战舰不具备区域范围的防空能力。然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适应在宇宙这个多维的空间中作战，麦哲伦级战舰在2个侧面都增加了舰桥结构，相应的主武器和防空武器也在这2个侧面进行布局，这样麦哲伦级的攻击就能同时覆盖多个维度，以此减少以机动调转方式应对的频率，让麦哲伦级在作战方面的效率得到提升。而在舰桥正前方和底部这2个位置还设有机库，能够容纳一定数量的小型单位出击作战。后来联邦军开始大量装备机动战士，麦哲伦级在做相应调整后，也能像吉翁那样搭载机动战士进行协同作战，但受限于自身一开始的设计定位，使得自身内部能搭载 MS 的空间较为有限，所以当进行规模比较大的战役时，联邦军会利用甲板空间进一步增加搭载机动战士的数量，然后在舰底机库前端这个位置还搭载有一架航天飞机，其体积较为庞大，主要作用是运送人员或补给物资，有时也会用来作为往返地球的交通工具。如果麦哲伦级遭到攻击受损严重需要弃舰，那么这架航天飞机就用来发挥逃生艇的作用，而麦哲伦级平时和其他舰艇或殖民星之间的往返则还是通过宇宙小艇来满足运送的需要。基本上依靠这些武装和配置，麦哲伦级一服役就成为了联邦军最强战舰，而且麦哲伦级在一开始也确定了用来发挥旗舰的作用，所以麦哲伦级舰桥上各方面功能的集成度很高，除了用于支持舰艇运作的功能之外，包括舰队指挥官在指挥上的相关功能也一一具备，无论是作战指挥还是举行作战会议，都能在麦哲伦级的舰桥里进行。可以说麦哲伦级在联邦军中属于是核心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吉翁崛起完全占据了 SIDE3 工业设施以后，联邦将建造宇宙战舰的地方就放在了地球南美位置的加布罗基地上，所以麦哲伦级宇宙战舰完成建造要在宇宙进行部署时，就会像火箭一样在尾部增加助推器，来为宇宙战舰摆脱地球引力提供强劲推力。几百米长的巨舰在升空的过程中可谓是相当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就这样一款超级宇宙战舰，却在 UC0079 年与吉翁的战争中吃了大亏，甚至战争一开始没多久就在卢姆咒域遭到了惨败。其主要原因在于吉翁在这场战争当中率先使用了米诺夫斯基粒子，使得雷达等多种探测手段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就让麦哲伦级的大口径舰炮失去了本来的优势。结果在卢姆会战当中，被吉翁擅长视距内作战的机动战士迎头痛击，始终未能组织起有效对抗的联邦军，最终在这场战役当中惨遭失败，损失严重。于是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吉翁掌握了宇宙的主动权，联邦军仅剩月神2号和 SIDE7 殖民星还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开始的月神2号还只是一个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其原来的名字为朱诺，后来挪到了地球圈进行采矿，提供资源用于建设殖民星。但没过多久，这个小行星就改作他用，成为了联邦宇宙军的总部来应对吉翁的威胁。
所以联邦军在这里驻扎着数量众多的各型宇宙战舰。之后，为了支援 SIDE-7殖民星的建设，月神2号从月球轨道迁移到了拉格朗日3点的位置。因而，白色基地为了摆脱吉翁夏亚的追击，在离开 SIDE-7殖民星后，第一目的地便选择了月神2号。虽然白色基地有惊无险抵达了月神2号，但是马上就陷入到了另一个巨大的麻烦当中。时任月神2号基地司令的瓦肯没有就白色基地携带大量平民的问题优先安置，反而是先将违规接触到联邦军机密的阿姆罗等人拘禁，甚至连对于吉翁的夏亚已经前来这一信息都不予理会，直接将联邦军秘密装备高达进行封印处理，完完全全按照联邦军的规章制度处理了白色基地的情况。这个场面可以说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明明与吉翁的战争已经进入到了非常时期，联邦军各方面的表现依然还是很死板，一切制度优先的行为彻底忽略掉了制度应服务于战争这一重要精神。而在这个时候，夏亚已经跟随白色基地来到了月神2号。尽管夏亚高超的能力已经在两边势力得到了公认，但仅凭一艘姆塞级战舰终究无法直接挑战月神2号，所以他决定继续如法炮制，率领一部分人员以秘密潜入的方式，成功穿越过联邦军的雷达监视网，进入到了月神2号的内部。在探查月神2号内部的防卫措施了以后，通过安放炸弹的方式给予了月神2号基地重大破坏。在见此情况发生后，月神2号基地司令瓦肯立即启动麦哲伦级宇宙战舰，打算出击迎击吉翁进行作战，结果反而被夏亚算计，在麦哲伦级战舰经过基地出入口这个位置时，早已安放好的炸弹直接引爆，一瞬间释放出来的威力不但损害了麦哲伦级战舰，还让麦哲伦级战舰航行发生了偏离，撞向了墙壁。结果这一下直接堵住了基地的入口，使白色基地等其他舰艇困在了月神2号基地内部。然而阿姆罗等白色基地的人员并没有就此坐以待毙，在爆炸发生后就趁乱返回到了白色基地上，并且解除了高达等装备的封印后迅速出击，然后与早已返回到姆塞级驾驶扎古2重新出击的夏亚，在月神2号基地外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才稳住了月神2号基地因爆炸导致混乱的局势。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刚从受损的麦哲伦级上返回的瓦肯一度以命令的形式阻止了白色基地等人，但在代理舰长布莱杜诺亚众人的据理力争之下，这才让瓦肯的思想有所转变。直到原白色基地舰长保罗卡修斯出面，瓦肯终于下定了决心，允许白色基地和高达出击作战，包括堵住了基地出入口的麦哲伦级宇宙战舰，也允许了白色基地使用炮击将其彻底破坏，从而快速清空了月神2号基地的入口。倒是击毁麦哲伦级爆炸产生的这个冲击波，还意外的顺着入口的方向摧毁掉了一架吉翁的扎古。于是夏亚率领的2架扎古2在接连被击毁了以后，夏亚见大势已去，便选择撤退，放弃了战斗。接着白色基地便趁机顺利离开了月神2号，然后继续向地球前进。但是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比较惋惜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就是原白色基地舰长保罗卡修斯，他最终还是因重伤不治而不幸身亡。然后白色基地的所有人为他举行了葬礼，在葬礼结束之后，其遗体就从白色基地上抛出，就这样化为星辰，飘向了宇宙的深处。而以布莱多诺亚为代表的幸存人员将继承他的意志，继续完成白色基地的任务。